大家好，我是微庄主。那我刚刚完成了一场公开的直播，我会录几个视频来简单的概括一下这场直播的主要内容。那我在这场直播当中呢，有提到了巴菲特的现金持有量史上最高，那是不是你关注错了方向哈？应该怎么去理解巴菲特的现金持有量的问题？然后我还提到了，就是说超级周来袭的话，我们要关注什么哈？所谓超级周就是美国大选跟美联储的议息会议。然后我也聊到了这个 A 股的一些方向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想听细节的话，欢迎你们找一下我刚刚做的这场直播哈，它是公开的，每个人都能看，然后去看一看具体的底层的逻辑是什么。好，我说超级周来袭，我们要关注什么哈？所谓的超级周呢，就是说其实呢就是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大选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利息的问题。我倒是跟很多其他的财经作者有不一样的想法哈，大家且听我慢慢道来哈。更细节的呢，欢迎你们去看我的直播哈。直播当中跟很多朋友互动，他的讨论会更详细一点。那我这里主要就是总结好美国大选加美联储的利率的决议。那我们说呢，从美国大选来看哈，不管谁会当选哈，都会接手一个很棘手的东西，就是美国经济的重大衰退跟股市的熊市，就不管他们谁当选，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。所以这一任总统当选之后，其实是很难的，在未来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任职期当中，他特别是前2-3年会很难，很多东西会很难推行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就是说不论谁当选呢，你的社会保障跟医疗保险都是维持的，对吧？那这些所谓的医疗保险的维持跟社会的保障都是谁来支付呢？是政府的赤字。那政府的赤字跟巨大的政府的债务，这些不管谁当选都不会变。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说不管谁当选，他都没有办法去拯救美国的经济，不让它进行衰退。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变，还有一些东西我们看哈，这是美国的国债利率的收益率倒挂的图哈。什么是收益率倒挂？就是我们用10年的国债收益率减去1年的。那按照我们普通人来讲，我们存银行存10年的利息肯定要比存1年的要更高，对吧？因为你承担的风险更多，你存的周期更长。那什么叫倒挂？倒挂就是说你存10年，你的收益率拿到的，你的利息拿到的比你存1年还要少。那这种就是说大家对经济的前景不看好的一个典型的先行指标。那大家在过去几年会讨论说，哎，你看倒挂，但是美国的经济并没有看到硬着陆哈。但其实呢，如果我们回去看的话，真正的经济衰退是发生在倒挂之后的。那在过去的100年的时间当中，每一次这种收益率曲线倒挂之后，都会出现严重的衰退，无一例外。这是我们从这幅图看到的第一个结论。那第二个结论呢，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呢，倒挂的时间越长，随后的衰退的周期也就越长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你看哈，在过去的40年当中都没有倒挂这么长时间，倒挂长时间的就是这种。如果长期关注我的朋友肯定知道，就是我会讲说周期定位，如果是康波周期定位的话，那么在这种时候就应该定位到大概是这个位置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不管谁去当选，美国可能会面临一场很严重的衰退。我们再看有没有其他证据哈。我们看这是失业率。我们说呢，美联储在做政策的时候，无非要平衡2个嘛，一个是就业，一个是通胀。那我们看这个就业呢，这个就业的位置在这里。在过去历史上，但凡就业数据超过它的2年平均线，无一例外，全部都发生了衰退。那大家可以看，就是这个就业周期其实挺工整的。那现在这个位置很明显，就这个失业率会往上走，对吧？那如果我们回去看的话，你看这个失业率了，它是一波又比一波高。如果周期定位回去的话，那我们再看，如果我们把
他想平衡的就业跟倒挂的这个利率如果放在一起的话，会发现就是说基本上都是相互印证的，这个概率更高，就是已经超过了2年的平均线，这是它的失业率，再加上倒挂，两个加起来，它的概率就是更高的。那所以说，不管是谁来当选这个总统，他都将面临一个美国的经济衰退，很有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衰退啊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他同时也会面临着美国的股市的熊市，就是经济衰退加股市熊市。经济衰退还有其他的指标，就是说这个 PMI 哈 ，PMI 在大型的衰退的时候，就是说它都会低于51哈。其实美国经济是很强劲的，就像这种周期它都不会低于51。只有在这种新冠，然后2008年、2000年这种大型的衰退的时候，它才会低于啊。所以 PMI 其实是低于衰退的水平，就进到衰退的那个水平当中哈。包括就是说对利率非常敏感的住房需求，也都跌到了经济衰退前的水平，就是2008年的那一次金融危机前的水平。这个蓝色的线呢是房子的指数，然后这个红色的线是新屋的开发，我们会发现这个位置都是到了2008年前面差不多的那个位置，所以说不管谁呀就很难。大家讲说那美联储可以放水嘛，可以去砍利率，对吧？可以把股市给推上去。那我们看哈，这是过去就它宏观背景比较相像的一些历史的时间点，有90年跟07年哈，还有就是这次24年，90年、07年跟24年哈，这里有包括它的失业率啊，还有其他的很多数据。那在美联储降息之后呢，纳斯达克一般不会马上下跌，它先会上涨20%多，然后下跌超过一半，超过50%多。所以说呢，当我们去看经济背景差不多的那个时候的降息的时候，会发现在一个衰退的大背景下，降息会短期的推高股市，但是长期是再往后拉长的话就是往下走的。所以说不管是谁当选这个美国总统，他都有大概率的可能性，他会面临一个美国经济的衰退加股市的熊市。就这一轮总统其实是很不好当的。那我也在直播当中预测了一下，就是谁有可能当选，然后我的理由是什么啊？感兴趣想看细节的可以去看看我的直播。然后在整个我讲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你随手点一个收藏，点一个心哈，把这些数据呢，将来想要再看一看的时候，还可以回来再看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大家会关心说这个美联储的降息的这些政策，其实呢，我倒是跟大家的想法不一样。我是觉得说，大家不要把那个心思放在就是所谓的这种新闻当中哈，大选谁当选啊，当然很重要哈，但是就是说它其实对我们投资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。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大的框架哈。美联储这个事情呢，就是它是你看哈，这个我们在它刚突破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，就是说这个国债利率也好，还是美联储的标准利率也好，联邦基金利率也好，它上行突破了过去40年的这一个趋势线之后呢，其实本质上它就已经结束了这个下行趋势，而是重新走这个上行趋势。为什么要重新走这个上行趋势？它就是一个大通胀期。我们会发现在下行整个这个趋势当中啊，它这个利率啊，这个黄色的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它很工整，而在上去的时候它上上下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一旦降息，你看它一旦降息之后，发现物价上去它又加息，所以我们不排除美联储会在某一个时间段会上上下下的去波动，给大家的印象好像产生了黑天鹅。你看啊，这块降息了吧，它又大幅度的升息，为什么？因为要控制通胀。美国呢，据一些鲜艳的指标来看的话，有可能大概率事件就是2025年会来2次通胀，尤其是如果在贸易上有更严厉的一些政策的话，那么一些便宜的从新兴国家来的这些货就没有办法进来，那就会推高物价。推高物价
这个东西通胀就要去控制哈。所以说不管它降息也好还是什么也好，它可能就是以一个基金周期的这样的形式，像它也不是这样一条线上来，它是这样对，但是大方向是向上。当国债收益率大方向向上的时候，债长期就是下行的。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也分享了一些文字在圈子里哈，可以去看一下。今天在直播当中我也提到了，就是说未来美债值不值得投资，美股可能会怎么走，那失去的10年就横着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大通胀期要做商品，所以我已经讲了2年了哈，股商平衡，股商平衡，不能再继续把思路停留在股债平衡。好，那我们看股商现在是什么样子哈？如果我们用黄金、美国的股市、道琼斯工业指数做套利 K 线，不懂套利 K 线的一样的回去看我的视频哈。在过去只发生了1、2、3，过去100年这是第4次的反转，往上走黄金跑赢，往下走股市跑赢，往上走黄金跑赢，往下走股市跑赢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反转，我们叫 capital rotation 哈，就是资本的反转，全球资本的投资从一个方向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转移啊。所以这个在我前几次直播当中也有提，感兴趣的可以回去看一下细节哈。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就是不管谁当选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可能会面临什么，他可能会面临什么，好，世界经济可能会如何变。那不管美联储的决议怎么样，大的方向上我们大概都知道了，其实我们要怎么投怎么做，心里面基本上也有数了。那么我也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，我认为短期的黄金高点已经产生了，不一定会马上下跌，可是目前这个位置确实是蛮高的，长期看好并不代表它没有波动，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聊的这个黄金周，就是说这个黄金周呢，其实对我们投资决策来讲影响并不是那么大，甚至美联储的决议对我们投资的影响都不是那么大，就是对我们投资的策略的变化的影响都不是那么大。本质上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未来5到8年，其实保守了，就是说未来10年要怎么去投，那一个框架不管它怎么它怎么去变化，不管谁当选，不管美联储利率谁他怎么去做哈，什么时候降多少，基本上一个大的框架它不会去变的，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哈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一周还会再进行一个组团的直播哈，哪些方向最近1、2周形成了向上的结构，那我在上一周当中已经分享过了一些方向啊，那也帮助大家理解目前的行情。那么这一周我还会再继续分享，就是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，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讨论哈。如果这次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你随手点一个赞，然后点一个收藏哈，这些数据你都可以返回去琢磨。好，祝你们投资顺利。